大家好，我是 Klaus， 欢迎来到周末分享会，分享一周有料的新闻。首先是最近中国的一个反美教授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大家都知道，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受到五毛和粉红的攻击，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反共是门生意，只要反华就有人看。直接反驳这些说法很简单，如果说反共反华真的那么多人响应，那不是正好说明中共不得人心，在国际上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吗？五毛们总是以己夺人，他们自己是拿钱办事的，所以也会以为反共反华的也都是有钱拿的。其实我倒是希望反共是一门生意，能有人给我钱，有人在背后给我撑腰。但事实上，与其说反共是一门生意，我倒是觉得爱国是一门生意。毕竟反共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明确和中共对抗，没有公开的财政拨款，但是爱国却是有中国国家和政府支持的。最近的美国德克萨斯州遭遇罕见的暴雪灾害，导致大面积的停水停电。美国发生灾害，中国自然是当喜事来播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陈平教授就在网上发表微博，借此又损一下美国。不过这也同时暴露了原来他自己早已经移民美国，在德州的首府买房定居。陈平教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模范带头人，以前曾经因为言论在中国拿2000人民币一个月比美国拿3000美金过得舒服而成名。一个月有2000块钱这个工资，美国还不到这个1000美元，我活得比在美国有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你明白吗？既然中国那么好，那为什么他又移民美国呢？有网友就讽刺他说，让我们为陈平教授这种以身饲虎的精神鼓掌喝彩。陈平教授之所以在美国购置新房，纯粹出于学术研究性质，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生活，近距离地观察美国人民所遭遇的不幸，彻底验证3000美金不如2000人民币理论的准确性。其实像陈平这样的人，中国还有很多，比如金灿荣，双赢就是中国赢2次，是吧？李毅，14亿人死了4000人，那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没人死嘛。司马南，反对美国就不能去美国，反对美国才要去美国嘛，对不对？其实这些人都属于一个叫北京中艺网天这个公司的，这个网络公司旗下有多名五毛大 V， 也就是一个网红公司。也就是说，爱国是一条成为网红的捷径，做爱国网红名利双收，利用爱国主义收割韭菜小粉红，同时还能申请政府的宣传经费，两头吃到饱，等钱赚够了就移民海外了。金灿荣的儿子一家在美国，李毅持有美国绿卡，司马南的家人也都在美国。有一次春节，司马南赴美国跟家人团聚，结果在机场头被电梯夹了，所以发了微博，暴露了家人在美国生活。他回应说，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工作和生活要分开来看，是两码事。这句话表面上是为自己开脱，但实际上也道出了真理。反美是工作，而工作就是赚钱，养家糊口，也就是说明了爱国是一门生意，而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才适合生活。中国没有公民，只有韭菜。悟出这个道理的一些人拼命的收割韭菜，然后去做别的国家的公民。接着我们说第二件事，最近中国官方承认了去年6月份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中方死亡4人，并公布了相关影像资料。印度方面早在去年就公布了伤亡人数，印方死亡20人，中国死亡43人，和中国要好的俄罗斯方面也披露了差不多的数字。不过中国方面之前一直没有公布死亡人数。8月份的时候，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该照片显示一名叫陈祥荣的士兵在6月的对印边防作战牺牲，并被追记1等功。不过当时被媒体称为是谣言，到了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才出来证实。不过只是死亡只有外界认为的1/10，但是却说印度方面死亡了20多人。反正这么看又是中国赢了。根据中央广播电台央广军事报道，以下是原文：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战士王兆冉在渡河前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对于官方的报道，网友蜡笔小球说，牺牲的这4位都是因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呀，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4人。这也是印度敢于第一时间公布阵亡人数和名单的原因。在印度看来，他们赢了，且代价更小。中共国的新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给人洗脑，而不是传播真相。但是谎言始终是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然后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在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首先，中共自执政以来就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现在又要复兴，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复杂，各种思想也不是统一的，中共要复兴的也就是忠君爱国的思想，披上传统文化的外衣进行专制和培养民族主义，借由文化自信为名抵制西方民主进步思想，来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是习近平的一人独裁而已。最后呢，关注一下缅甸人民持续上街对抗军政府政变。缅甸的街头出现了类似1989年的坦克人，一位女子手握钢刀挡在缅甸装甲车面前。缅甸军方采取的措施跟中国在香港镇压游行的手段一样，断网、抓捕、开枪，完全是学习了中共的套路。在缅甸的街头看到抗议者用简体中文写道，请中国停止帮助军事政变，请从中国来的互联网技术员们马上离开。还有习近平操纵米昂莱木偶的画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从来都是站在独裁政府这一边，从来都是支持政府镇压人民。在伊拉克支持萨达姆，在委内瑞拉支持马杜罗，在白俄罗斯支持卢卡申科，还支持最残暴的朝鲜金家独裁。他们跟中共都是狼狈为奸，臭味相投。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是周末分享会，关于中国最近禁止了 Clubhouse， 网友 Yamato Sasaki 说，进了 Google 就有百度，进了 Twitter 就有微博，进了 Line 就有微信，所以进了 Clubhouse 也照样会有好死俱乐部的。这个很有可能，中国很会抄袭，估计很快会有一个中国版的 Clubhouse 出来。关于中国的春晚，网友 J 跟我们分享了故事。我是台湾人，之前去天津出差过，当时正好快要过农历年，我和几个出差的同事一同约到同一间寝室吃火锅。打开电视看到类似春晚节目，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就是春晚。节目整个内容就是满满的歌功颂德，国家的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虽然一直以来知道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满满洗脑的国家，但是当时身在那样的环境，才发觉当地居民的可悲，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幸福。身处在一个资讯公开透明，人民有权利决定领导的国家，回台湾后觉得，虽然台湾不一定每样都好，但是仅仅一海峡之隔，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真的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